那今天呢，给大家演示一下混元模型 Laura 的训练。这个呢，可能很多人都非常的感兴趣。那还是我们先来验货啊，大家看一下，这是我训练的一个人物的角色，那我们得到的一个动画。当然呢，为了看到它的一致性呢，我们看一下更多的例子。那这个例子呢，其实是这个女孩在校园里边散步，然后呢，包括它有各种各样的景别，大家看一下。面部呢，基本上是保持一致的，但是清晰度不够啊，原因呢，我待会儿给大家解释。那这个呢，同样是这个女孩站在一个都市的屋顶，这么一个提示词，大家看一下也非常的棒。人物的角色的一致性呢，也表现得非常好。那大家看一下，这是一个女武士的近景，那这个五官就比较精致了。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个人物呢也是一致的。再来看这个穿旗袍的这个美女，大家看一下。这个是一个多半身的，所以说呢，可能脸部看上去没有那么好看，但是你会发现这个的确还是这个美女，所以说一致性也没有问题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古装的表现，面部动作都没有问题，同样啊，清晰度可能不太够，这个会好一些。原因并不是质量问题，而是像素的问题，对吧？大家看一下，非常的棒。我们来看是正面的，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啊，人物的一致性保持的也非常好啊。最后我们看一下这个。那现在呢，我们从这个 Laura 的正面人物、侧面人物，包括古装的人物、时尚的人物，包括各种各样的景别，都大致做了一下测试。这个 Laura 的质量呢不是特别高啊，但是我们会发现它对人物的表现呢还是没有问题的，包括清晰度、人物的一致性呢都可以得到非常好的保证。那下边呢，我们就看一下这个怎么去训练啊。这个呢，我们会用到一个技术叫木苏比。这个木苏比呢，其实是一种新型的训练的方式，大家看一下。当然呢，如果你真正的要用这个木苏比去训练的话呢，你只能在 Linux 上去做啊，所以说呢不太好玩。那如果你对 Linux 和 Shell 的这种脚本不是特别熟悉的话呢，可能做起来会比较麻烦。所以说呢，汤团柱大佬呢就做了一个 GUI 的版本，也就是图形化的版本。那这个呢就相对用起来非常的方便啊，很多的环境呢它都帮你配好了，对吧？就是一个一键的安装包。那我们主要下载呢有两个东西啊，第一个大家看一下，就是这个训练的主程序，我们可以从谷歌的网盘当中去下载。下载完之后呢，大概是这么一个东西，大家看一下。下载完之后呢，就是这样一个东西，叫木苏比 with GUI Python 杠汤团柱啊。那你打开之后呢，有这样一个文件夹的结构，但是这里边少哪部分呢？就是少 models 这一部分。大家看一下，没有这一部分。这一部分呢，其实是我们直接用的混元的官方的这个 point 的结构。那这个东西怎么用呢？其实呢，你可以有两种方法啊，大家看一下。第一种呢，就是你可以通过混元的这个 checkpoint setup guide， 就是这个模型的一个安装指导啊，去生成你所有的这个目录。另外，你可以直接下载，它这儿把所有的目录打包了啊，这个大概是7个多 G。这个是2个多 G， 那你这个需要单独下，然后解压到这个里边就可以了。那我们重点说一下这个部分啊。那这个如果你下载的话呢，其实是用这个抱抱脸的客户端工具，就是 Hugging Face Hub 啊 CLI 去下载。那各个命令呢，其实这儿都有。这个下载呢，同时支持断点续传啊，非常棒的一个下载工具。当然有很多人可能没有这个工具啊，也不想去装，所以说呢，你可以通过这个链接的方式，直接把所有的模型下载下来。大家注意啊，这个下载的时候，这个结构大概是这样的。我们通过这个 Hugging Face CLI 下载的第一个就是这个文件夹，这是主模型。另外的话呢，我们会有一个 text encode 2，但是你下载的是没有这个的，没有 text encode。text encode 是怎么来的？因为我们都知道啊，我们在用这个混元的大模型的时候呢，用的这个大语言模型是这个 Llama。所以说你真正用这个抱抱脸的客户端下载的呢，其实是这个目录，还不是这个 text encoder。所以说你必须用下面这个命令把它转成 text encode 啊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它其实呢是做了一个分割的任务。主要是为了减少这个 GPU 的资源啊，所以说呢，我们会把这个语言的部分从这个大模型里边给它提出来，所以说是这样。看 output DR 才是这个 text encoder， 所以说这儿呢稍微有点问题啊，就是很多人如果不明白的话，可能你做不出来。第一个呢，就是你在安装包里边并找不到这个 Python 文件啊，这个 Python 文件呢，大家是在这儿下载下来的。大家注意，混元 Y6 里边有一个叫 HY Video， 然后里边有一个叫 Utils。
然后这个文件把它单独下载下来，放在哪儿都行。然后呢，你真正在做的时候，我们需要用到这个文件，大家看一下，然后呢用它来生成这个。所以说你会发现这个时间上来讲的话，这个要靠后一点啊，这个是它后生成的。那这个命令呢，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。现在呢，我来调用一下这个.py 文件，然后下边呢，我们这些呢都必须根据你当前的这个路径来写啊。比方 input dir， 那就是我们刚才在 models 里边的 checkpoint 里边的 lemma 这个模型，然后 output 呢同样是这里边，然后 text encode， 然后呢它就有一个转化的一个过程啊。转化完之后，你就可以在我们的 models checkpoint 里边看到这个 text encode 了。那所以说这儿呢，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讲是一个问题。那如果你实在不知道怎么去做，那你就干脆别费那个劲了啊，你就直接通过这个把所有的这个 checkpoint 目录下载下来，然后解压出来就可以了。那下边呢，我们来看一下数据的准备工作。首先呢，你需要有一个训练集。那大家来看一下我这个训练集啊，这是我的训练集。我的训练集呢，大概有22张图片，当然我真正用的时候只用了前10张啊。那这个大小呢是1024乘1024。那真正我在训练的时候用的也不是这么大，因为我要给大家演示嘛，所以说我不能用训练的时间特别长，所以说我用的是512乘512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它质量看起来不是特别高啊，它不是特别清楚。所以说最起码呢，你应该用768乘768。那这个东西呢，我们需要有一个前期的处理。这个处理是什么呢？我们来看真正的训练数据是什么样的，是这样的。在这里边呢会有一个文件夹啊，这个文件夹叫 train 啊，你点开它之后呢，那你每次训练呢可以新建一个文件夹，我现在用的是这个 test 512。注意啊，我现在呢会有一张图片，这张图片的大小呢是512乘512，大家可以看到，然后会有一个它的提示词。所以说呢，我们需要做2个准备工作啊。第一个准备工作呢，其实是将这个图片做一个 resize。因为我刚才那个原始图片是1024乘1024的，那你说那个图片怎么来的？之前我有很多的视频讲虚拟的人物怎么去生成，有很多的方法，比方用 Flux 的 POID， 包括用 Photo Maker 都可以，这个我就不能展开讲了，因为这个内容会很多。所以说这儿呢主要就是2个事情啊，第一个 resize， 第2个生成提示词，对吧？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建议大家把 PNG 的呢转成 JPG 的。有人说 PNG 的有问题吗？这只是我个人经验啊，我这样给大家解释啊，PNG 是一个4通道的图片啊，4通道的图片呢，其实在人工智能的训练里边很少会用到啊，我们一般呢是不会用到第4个通道的。第4个通道其实就是我们说那个阿尔法通道。那你可以从这个维度去理解啊，就是说我如果拿到一个4通道的图片和一个3通道的图片，那么其实呢它在表现上是一样的话，而那个4通道的图片点需要大一些。转成这个数据矩阵之后，它也数据量更多，占用的内存也就更大，所以说你就不如把它转成一个 JPG 的。这样解释可能大家更容易去理解啊，不用从太多的原理性的东西给大家去解释啊。所以说呢，其实呢就是3个事情啊，第一个就是转格式，第2个 resize 啊调大小，第3个写提示词。那这个呢，我们建议大家用一个这个工作流来完成啊，我们来看一下。那这样我给大家来写一下这个工作流啊，工作流很简单，那你做一个简单的调试呢，你可以这样去做，那就是我们先上传一张图片，所以说呢是 load image。那这个图片呢，当然你就应该是从你的这个默认的这个数据集里边去拿，那比方说是这个吧，然后呢我们先把它 resize 一下，这个毫无疑问，对吧 ？resize， 我们用 KJ-Node 的 resize image。连上就可以了，然后这儿512乘512，这个呢往小里调哪个都行啊，这个我们选成这个，这样呢调大小这个事情我们就做完了。下边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提示词的部分。提示词的部分呢，当然我们可以用 Florence，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 task 改成叫 more detail caption 啊，当然我们这儿需要把模型给它拿过来。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拿到一个 caption， 大家注意啊，我们尽量的把这儿给它 fix 掉。我们先跑一下，那这样2个事情其实就做完了。而下边呢，我们要做的其实是要把这个给它进行一个格式转化。注意在这儿呢，我们会用到一个叫 save image。这个 save image 你不能用这个系统自带的啊，它的功能太小了啊，所以说呢，我们建议大家用 layer style 里边的image tiger save 啊，用这个东西。它的好处就在于，第一个你可以设置保存成哪个图片，
第二个呢，你可以设置一下保存到哪个路径。第三个就是你可以设定这个提示词是什么。另外呢，这儿还可以设定一下这个格式，那可以设成 JPG。当然这个你说是多少，你可以调大一点啊，80我觉得也够啊，你100也没有问题。一般来讲呢，我们就是80。那我们简单测一个啊，我这儿新建一目录，大家看一下，我们在 D 盘下边随便新建一个啊，我叫 test。只是测试，因为我本身已经生成好了。那点开它，我们把这个路径呢给它拷贝一下，然后放到我们这个 custom path 里边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下边呢我们来跑一下，大家看一下效果。然后它这有一个预览，不用管它，我们点开这个目录，大家看一下，就有一个同名的文件和它的一个同名的提示词文档，对吧？哎，非常的棒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我们下边要做的其实是一个自动化的过程。这个你有2种方法，第一种方法你可以用 Config 里边的类似于 loop， 也就是循环这样的东西。那另外呢，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路径加载这样的东西。比方说大家可以用这样的一种工作流，这样就行啊。当然这个 preview 不 preview 无所谓了。这儿呢，我们重点用到了 Inspire 里边的一个节点啊，这个节点呢叫做 load image from dir， 然后是一个 batch 的加载，就是我们会加载一堆的这个图片进来，然后呢，我一张一张的取。真正设这个种子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从0开始，我们可以把它设成 increment， 就是自增。另外的话呢，我们会通过这样一个节点啊，同样是来自于 KJnode， 叫 get image on mask range from batch， 也就是我们可以从一个 batch 里边取一张出来。你注意，我们每次呢都是取一张，然后这个 start index 在不断的增加，那就是第一次取第一张，第二次取第二张啊，就这样。所以说这个就可以完全跑起来了。好，下边呢我们再给大家测一下啊。那我们直接进到这个数据的这个目录里边，大家看一下，我现在把这段啊给它拷贝一下，然后粘到这儿就可以了。那下边你做的其实就是把这个执行，应该是22次啊，我忘了是多少了，你可以看一下它一共有多少张。那我们点一下选中22个项目啊，我选中21张啊，这只有21张，所以说呢你21个就行了。那下边呢我们给大家来试一下，首先呢我们把这个给它删掉，因为这是我们刚才测试生成的嘛。你保证这0开始 increment， 然后这儿这个选对了啊。好，下边呢我们把这个改成21，算了，我改成10吧。然后我们跑一下啊，大家看一下。好，现在跑完了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目录里边，那我们所有的这个提示词和什么就全有了。所以说呢，这个工作流呢，大家需要自己掌握一下，我们给大家导出一下啊。回头呢，我们会放到 GitHub 上，大家自己下载就可以了。好，那这个其实工作我们就准备完了。那下边你把这个数据全部选中啊，你要注意，现在我都是512的啊。然后我们选中了之后呢，我们进到我们的这个包里边，我们再新建个文件夹。你注意在 train 里边新建个文件夹，我叫 test， 然后同样是512的，对吧？然后我们这儿叫 new 吧，我这样写啊。然后呢，我把这些全部粘到这儿。下边我们要做的其实是需要有一个配置文件，这个配置文件是一个 TOML 这样的一个标记文件，然后把它粘过来放到这里边。当然你放哪儿都行啊，我们放到这儿呢就容易说明它们是一起的。下边呢我们看一下这个里边到底是个啥东西。大家注意这里边呢，首先是说明你的分辨率啊，现在我是512乘512嘛，所以说当然这儿就是512乘512。另外呢就是你那个 caption extension， 也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标记文件的后缀名应该是.txt， 这个一般不用改。另外的话呢就是 batch size 的话呢，我们根据分辨率来设，也根据你的显存来设。你要是保险的话呢，你设成1；你要是觉得你的显存还足够大，比方16G 啊，那你可以设成2。不建议再打了，再打可能跑不动。另外的话呢，我们是不是开启统化数据？如果你做过这个人工智能训练的话呢，我们会有一些数据预处理的部分，其中有一个环节就是我们要统化数据。统化数据其实呢是把相同分布的数据给它放在一起。那当然对于这个来讲是同一个概念，一个图片呢它的分辨率是不一样的。因为我们现在知道训练都支持多分辨率嘛，假如说你现在这个分辨率不是只有512和512，还有别的，
那这个时候就需要开启统化啊，你开启统化呢，这个512在一块，768在一块啊，是这样一个概念。我们真正在训练的时候，那不能混到一块来练啊，我们得分开来练。这个宏观上你这样理解就可以。另外呢，就是我们是不是要这个统化去 upscale 啊，就是要去这个叫什么放大嘛，这个一般我们就设 false 啊，具体的是干嘛的我也没用过。然后你要注意啊，这个 image directory 这个你得写好了啊，就是你这个数据是在哪儿。你注意啊，我们现在这个是在 new 里边。另外这个双杠的话呢，尽量是这样写的。那下边我们要做的就是启动这个啊，你双击啊，它就可以打开一个命令行。这个我已经打开过了啊，所以说呢，我就直接给大家看就行了啊，就打开这个，然后你直接按照 Ctrl 键去访问它，或者是通过浏览器去访问都行。你第一个看的当然是这个。这个呢，就是我们前期的一个准备啊，前期准备主要是在训练数据的准备。训练数据呢，我们在训练的时候呢，往往是要把一个图片转到浅空间里边，然后浅空间里边的数据再进到模型里边训练啊。所以说呢，图片先要做一个预处理，进到这个浅空间，进到浅空间当然就是 View Encode， 这个也是要占显存的。另外呢，就是我们的这个词变成 token。啊，就是词变成一个向量，要经过一个 text encode 的过程啊，也就是用我们的那个 mlemma 啊，把它给编码一下。那这个也是要占显存的。那如果说把这个和那个大模型训练放在一起的话呢，你那个显存可能受不了。所以说呢，正常的来讲呢，我们是把前期的处理，也就是文件的 view encode 和这个 text encode，先提前给它做好啊。所以说这儿有2步缓存。那我们先把这个写的那个配置文件给它传上去，打开啊，传上去就可以。当然你要不传，你可以把它的路径写这儿也行。我建议大家传吧，这个比较合适。如果显存比较低，可以开它。如果你之前已经做过啊，或者你做了一部分，你可以选择已经跳过已经存在的缓存，就是重复做了我就不再做了。那第一次做你就可以直接点。注意啊，我现在点击运行预缓存，2个阶段啊。先看第一个，先开始 cache latent， 就是先把那个图片进行 view encode， 把那个 encode 之后的那个数据把它保存下来啊。然后下边呢就有一个这个循环的过程，下边第2阶段的缓存是进行 text encode 啊，其实是把那个提示词给它编码成一个这个向量啊，然后再把它存起来。大家注意啊，它一旦完了之后呢，它会告诉你啊，说这个2个阶段的这个缓存呢已经完成，完成了之后呢，你要检查一下。那我们进到我们的 test 512 new 里边，你看一下你每一个图片是不是对应了4个文件，图片本身、提示词，这个是图片缓存，这个是那个文本缓存啊。那这样的话呢，其实我们就把这2个其实对应的转成了这2个，回头训练的时候直接用它，而不是用它。这样的话呢，你的那个显存就可以专注的来做训练这个事情了。那一旦这个做完之后，下边就好说了。下边我们就开始训练。我们首先呢，同样是要把这个给它传上去，或者手动输路径，这我就不说了。好，下边呢你要注意训练的 epoch， 就是训练的轮数，或叫回合数。这个怎么给大家解释呢？首先你要明白，就是 Cohere 的这个机制呢，和我们之前说的那个模型训练可能都不太一样，它没有那个叫 repeat 的概念啊。如果我们做 Flux 训练，用那个 Flux JYM 训练的时候啊，有一个叫 repeat， 一般呢我们会说啊，这个图片至少 repeat 100次，就是它被学习100遍啊，然后它才能真正的被学习到对应的特征。我们简单的举一个例子，假如说在之前的那个训练里边，你要是经过16轮训练，每一个图片，假如说一次是1张，就是 batch size 是1，然后呢，你每个 repeat 100次，一共学习了多少遍呢？学习了1600遍。而我们知道 Flux 里边要想得到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模型的话呢，大概啊，这个是在1600到2000，就是这个图片被重复学习1600到2000次啊，才是可以的。所以说这个 epoch 在这儿的话，如果没有那个 repeat， 你就不能乱写啊。因为说我写多少呢？这个呢跟2个东西相关啊。首先呢，你要记得我们在这个里边学了一个 batch size 是2啊，跟它相关。另外呢，还有一个就是跟这个梯度累积步数相关啊。因为我们都知道人工智能在训练的时候用的算法叫梯度下降算法。
梯度累积指的是我每次 bet size 是1或者2的时候啊，你那个梯度啊，它表现的不是特别明显，你那个斜率出不来，是吧？所以说干脆啊，我们就别那个一步做一次梯度下降了，就是别一步做一次优化了，那我们就多步啊。所以说这次可能学完之后，这个梯度是存着，下一步学完我把这个梯度和这次学的这个梯度呢，给它加在一块儿，然后做梯度下降，做这个优化。所以说呢，你这儿可以写成2啊，建议双数，这个不要太大啊，2就可以了。当然，这个还跟什么有关？这个还跟你那个数据集的大小有关啊。假如说10张图片啊，你要注意10张图片，我认为合理的这个 epoch 的数量是在多少呢？最小是100啊，最大呢是200，再往上也别走了啊，再往上基本上就过拟合了。所以说呢，你可以设到200。这样是可以的，那个结果是有保证的。但是你注意，这儿设成200，其实呢，你一共是每个图片被学习了多少次呢？是被学习了600次，600次啊。那么因为每一轮相当于每个图片被重复学习3步嘛，所以说相当于600啊。说有人说我理解不了怎么办？理解不了没关系啊，就写个100。它这儿还有一个啊，学习率啊，我们都知道叫learning rate 是吧？如果你做过这个机器学习的话，都知道这个科学计数法啊，1乘以10的负4次方，这个大一点小一点没关系啊，你就按默认就可以。这个 dim 值，这个 dim 值会直接决定了你那个 LoRa 的那个 rank 值几行几列的，是吧？那你要是32就32行32列，出来那个大小呢，可能是300多兆，是吧？如果你要觉得这个太大啊，你可以把它改成16呢，就是你那个 rank 的大小只有这个16行16列啊，它那个大小立马就降下去了啊。这个你默认就行啊，32就可以。另外这个阿尔法值，这个阿尔法值呢，其实指的是一个模型的稳固程度啊。这个值越小呢，这个模型越不稳固，越容易被变化，所以说越容易过拟合。一般呢，我们是把它设成这个的1半，这个在文章上应该也有这样的论述啊，你看一下，这儿会提到每个参数怎么去写。但这个阿尔法值呢，一般是 dim 的1半。如果你要是把它降低的话呢，记得把这个 learning rate 给它提高啊。这样的话更容易出效果啊，但是越小的话呢，这个越容易过拟合，所以说呢，你就尽量默认就行。然后是这个输出到哪儿 ？output， 你这个文件夹呢最好改名。注意这个 output， 现在我这边已经有了嘛，那我这儿呢给它改一下，比方我改成 output 2，然后这个时候呢，你最好新建一个 output。你要注意啊，这个每隔多少轮数保存一次，千万别写1啊，200轮你每隔1轮来一次300兆，你这个磁盘受不了啊。200的话你可以50啊，50轮来一个，一共呢保存4个，或者你40轮来一个，保存这个5个。有人说我可以20轮来一个啊，那就保存10个，随便啊。这个我写200轮啊，不见得训练完啊，因为我要是没训练完，我可以通过这个继续训练，这个只需要告诉他我最后训练的那个模型的权重那个路径，告诉他就可以了。所以说呢，你这儿可以写500啊，但是你可以中间去中断它吧。你看那个梯度下降差不多了，你可以中断掉啊。这个值呢，我这儿就改成40吧，40啊，就是我一共要5个。如果显存比较小的话呢，可以勾选这个啊。好，下边呢我们其实就开始训练了。那我点开始训练，大家注意啊，这个训练的话呢，速度还是可以的啊，是比较快的。大家注意，我们这儿用的这个 model 是混元的这个 state， 就是25G 的那个，不要用那个-FP8 那个啊。我试过啊，我想反正它最终训练出来也是一个 FP8 的，干脆主模型我就用 FP8 的。后来我发现啊，梯度不下降啊，就是没效果啊。开始训练之后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基础的训练信息，这个信息呢也可以在后边的这个控制台里边看到，大家可以看到啊是一样的。现在呢已经在计算这个哈希了，马上就可以开始训练啊。
这个过程跟口黑啊很像啊，所以说呢里边会有日本语啊，这儿有一个汇总你要注意。说现在呢我们是10张图片啊，然后呢200轮，然后这个是学习数量，你注意啊，这是600，你注意现在这个叫 average loss， 平均的这个 loss 在不断的降低啊，因为我们人工智能训练的过程就是优化这个 loss， 让这个 loss 不断降低，不断的降低。你要看它是不是在往下走啊，不是看两个，你看趋势，你看 0.62 这儿虽然在上涨，但是马上下降，这儿又在下降到 0.78， 在不断下降，这样说明你的训练是有效的啊。如果你发现看了10好几轮啊，它一直是在某一个值上边上下波动，它根本不动，那就说明你那个训练就没有效果啊。那大家记得我非常习惯用的一个名字叫什么？叫 GAN loss 啊，就是对抗生成网络的 loss 函数，而这个叫 AVR loss， 叫 average loss 啊。所以说人工智能里边最核心的就是优化 loss， 这也就是我喜欢用那样一个名字，也经常用它来作为这个昵称或者网名。这个再往下看就没有意义了，你就等着就行了啊。在600步嘛，然后它一直开始训练啊。那训练完了之后你要注意啊，那我们需要做一个什么呀？做一个转换，就是你训练出那个 LoRa 本身还是不能用的。那我们看一下训练出来是什么样子的。这是我之前训练出来的，我一共训练了，其实是500啊，到后边其实没有意义了，它梯度已经开始波动了，我就直接给它干掉了啊。你注意啊，这个100、200、300、400是轮顺，不是步顺啊。就是然后呢，你注意啊，这个是不能直接用的啊，你需要把它传到哪儿去啊？就传到这个里边啊，然后点转换啊，它就会生成一个啊，这个生成的目录在哪儿？你注意啊，就在你当前的这个目录下边，当前目录指的是这个目录下边啊，就这个工具的根目录下边。大家看一下，我这儿有一个，这是第100轮转换好的，它叫 convert safe tensor， 对吧？把它拷贝到你的ConfUI 里边直接用就行了啊。那这样我就停止训练了啊，因为我再训练没有意义了，对吧？我停止训练啊，停止训练很快啊。然后呢，你就可以用一个 Flux 的标准工作流，然后加上那个 LoRa 来，然后呢就可以生成各种各样的效果。那我们看一下我训练的一些例子啊，这个基本上呢，这个一致性可以得到比较好的一个保证。看这个人物，看这个人物。可以长得是比较像的啊，这是一个古风的，对吧？这个同样也是一个古风的。近现代的一个不好说是哪个朝代的啊，反正就是一个武士的形象。女孩在校园里散步啊，这个就能看出来它不是特别清楚，对吧？近景的会好一些啊，看一下，同样是散步的一个场景。大家会发现这个训练是非常有效的，而且时间不会太长。好，今天呢我们就说这么多啊，还等什么？赶紧自己试一下吧。关注我，做一个懂爱的人。